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许志杰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谢龙介委员、张嘉玉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好，昨天很大的新闻哈，就是川普遇刺啊，这选举的时候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了哈，没想到的哈。那右耳擦伤啊，这边有血哈。那有记者拍到了，说有这个子弹这样飞过了哈。那是说他自己说我的右耳哈划过啊。那另外呢，这个 CNN 说川普早就担心被暗杀哦，他很担心，因为美国之前有总统被暗杀掉嘛，对不对啊？那一些这种跟群众接触的场合，你不跟群众接触也不行啊，你接触处处都可能是危险的，你不知道嘛啊？那但是他跟支持者说，我绝不投降哦。绝不投降。那另外呢，说子弹呢瞬间飞向他，哦，瞬间爆炸哈。说枪手离讲台110公尺，说只要差1公分，因为耳朵离头很近嘛，所以偏一点1公分就打到头了，哦，头就爆了。那当然，他昨天表现这个还蛮神勇的哈。特别是正被高呼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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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 连续讲4次战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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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美就崇拜这种英雄嘛。哦，在这种情况，你没有躲起来啊，躲到那个特勤里面啊，哦等等啊，而且呢还这样要战斗，还要继续战斗哈。那老美会想说，我现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这个总统至少哦这个表现出很坚毅哈，不怕啊这样的精神，老美是喜欢这样精神的啊。所以呢，到底对选举有什么帮助哈？有各种分析了哈。那另外呢，特勤局是40年来最严重的失职啊，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为什么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平台上有人呢？发生他为什么没有力去保护呢？哦，然后呢，还让他有空隙呢？哦，马斯克说呢，特勤局请了太多女探员了，哦，太多女人了啊，这女人怎么保护？哦，所以呢，这个他说哈，特勤局啊，他的所谓特勤英文叫 Secret Service 嘛，采用女性探员的多元聘雇政策，所以导致有维安漏洞啊。那他的枪手在的地方，在这个屋顶上，说是最佳狙击点哦。FBI 也在骂了，因为特勤局不是 FBI 嘛 ，FBI 说居然没有人看守，那么搞什么鬼啊？那 FBI 说呢，特勤局要给答案，外界都说这个局长应该下台。说这个局长上任以后呢，这个他就是要实施他的所谓多元政策、多元化、公平跟包容政策，把女性职员的比例要拉高，哦，然后呢，允许 YouTuber 跟特勤局人员一起训练拍摄，哦，那没有注意到特勤的本业到底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局长现在被骂，我们看一下。就在前美国总统川普遭枪击后的几秒，共5名密情局干员扑救，将他团团包围，确定枪手遭制服后，将他护送下台。川普还握拳高喊战斗，全场高喊 USA， 但把时间倒回枪击发生前的几分钟。现场已经有支持者看到枪手在屋顶，此时的背景音都还能听到川普还继续在台上讲话。紧接着，枪声大作，现场恐慌，尖叫声四起，大家惊慌逃窜。He's on top of the roof. Don't go over there. He's on the roof, buddy. 现场超混乱，此时还有人想跑向枪手所在的屋顶处。I just seen his hair go up. They shot him in the head. 确认枪手已经被击毙后，大家仍相当害怕。更有目击者指出，早就看到枪手在埋伏。We're pointing at the guy crawling up the roof. And he had a gun, right? He had a rifle. A rifle. We could clearly see him with a rifle. Absolutely. The police are down there running around on the ground. We're like, hey, man, there's guy on the roof with a rifle. 不止一位民众提前通报，但警方却没有及时查看，遭质疑为何密情局会忽略这么重要的事。It's probably the closest rooftop with a direct line of sight to the front or the side of the stage.
So when you talk about high ground and a rooftop, that w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 very first things that you should have secured. 外界开始检讨密情局怎么会有这样的失误。另外，还有在川普舞台后侧的狙击手要回击时，看起来有些犹豫，是否也不够专业？川普遇袭后，密情局也说，有些警力是和当地警方借调，到底是哪个环节不够严谨，也被外界放大解释。这个枪手只有20岁，然后是白人男性，而且是共和党员，还是数学资优班，数学资优生，3年以前还捐了15块美金给共和党，给民主党，给他叫做给那个叫做 Act Blue 了，Act Blue 给民主党啊。那这个他现在呢，这个阴谋论也是美国各种阴谋论。是不是川普自导自演的啦？是不是后面有什么阴谋啦？是不是哪个国家在后面啦？等等等等哈。所以呢，这个各种偏激言论也都在网络上在煽动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民主党政治顾问也道歉，因为他散布川普的阴谋论说呢川普可能自导自演。你看，果然民主党说呢川普从中会受益他现在表示道歉哈。那另外，本来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今天要举行嘛，川普一定会去，当然会去嘛，怎么可能一直都不去呢？一定会去的了哈。来，龙介希望弄垮这个川普这个表现咱查甫人的 gas 气概。我真的，因为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之下，他还能够展现那一种企图心、战斗的意志。那现在我们观察，就是说，从川普跟拜登呢，从拜登的找不到方向，从拜登的跌倒，那对照川普这一趴，坦白讲，川普会得分，而且会大得分，当选了。那当然，很多这个民进党他们一直，因为他们希望这次能押对宝嘛，上次押错了嘛，所以你忙当然不问选举没有一定的了，但是呢，这两个画面一上来。你看上次拜登的演讲一突锤，人家就一直做广告，短影片就一直丢。川普也一样，这个画面也会一直丢，而且那个 T 恤还义卖的什么，哇，瞬间不到3个小时就做出来了，就开始弄。那你再看嘛，美国国会他就邀请这个特勤局的局长要来做报告了。那我要问问清德兄，这有没有违宪呢？好，你不是要找青鸟出来吗？这就听政权嘛，这多么重要嘛！那整个特勤维护，这如果说今天对赖总统的特勤维护出了问题，国会难道没有办法请他来说明吗？所以你们在抗争所谓的什么违宪啊，那完全没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来了，就说台湾在这个当下。如果赖清德总统你愿意继续这么蛮干了，不去思考台湾的两岸是因为中美之间的相应问题，坦白讲，这几年中国大陆也很幸运，就是因为拜登跟川普这2位老人家给了中国大陆5到10年的时间，但相对中国大陆面临挑战也是更多，也不会因为川普出现或是拜登出现就改变了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所以台湾我们自己要看的就是中美之间的相互的斗争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少，但不是今天我们的执政党他们一味就是觉得我往美国靠就好，而且4年前还靠错了边。刚刚许志杰在广告的时候还跟我们讲说，这个他很欣赏这个希望这次川普能赢。其实美国谁赢对我们来讲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我们怎么做好自己，而且观察中美之间的整个变化。你看，从这个枪杀的事件里面，第一个我在网络上第一个调出了谁？调出了阿扁跟陈时中。你看，我们爸爸一准319的是安呢，就是有可能达到伪一度啊。难道你要说川普这个也是自己作假吗？就是打到，就是巧不巧就会差1公分啊，所以打到伪一度，为什么你们调查到现在没有还给我真相啊？所以这个什么事都会发生了，但我们观察这个效应，确实这一举手一张照片，
让川普在这一次11月的选举大大得分。来，这个嘉俊委员。基本上这一次这个枪击发生之后不只是川普，包括拜登，他都站出来呼吁说，美国一定要团结，然后一定要降温那我觉得，当然拜登说这个话，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对他的选情非常的不利。那甚至川普也出来说这个话，代表说他们也觉得继续这样下去，对美国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有利。那我觉得反观我们台湾呢，我们其实现在这个政治温度也非常的高然后仇恨值也非常的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适度的降温我们国家应该是要迈步向前，而不是持续的在这样子政治斗争当中。那当然呢，我觉得台湾现在应该做的是，可能也更要做好准备，做好川普可能会当选的准备。那当然，川普他一直在讲要这个关税战。那关税战之后呢，可能全球化会断裂。那全球化断裂的话，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甚至我们有很多出口，可能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可能会造成台湾经济的衰退。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应该认真思考的。当然，讨论这些事情都很有趣，而且又回归说当年阿扁的那2颗子弹，感觉就是非常的有这个八卦性。但是现在我们台湾看到这件事情，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因应，我觉得应该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美国原来联准会他们说最近会降息，现在都不一定会降了。不会所以因为川普如果当选以后，他们这样认为，说关税会全面这个加关税，全面加关税，美国的这个物价可能会上涨，可能会通货膨胀，所以就有人担心说，也许就不会再降低这个不会降低利息，会不知道了哈。来，志杰委员。其实我第一个想到刚刚刘盖生在讲，我想到阿扁其实你想一想当时都说这是阴谋论了当时就是说很多国民党说他那个就是故意要超过我1度了。你这个枪手你要多准，你知道吗？当然你看川普，我们讲说他真是命大，我相信国民党也会这么讲，真是命大。那为什么不讲阿扁真是命大呢？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说，那一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对抗子弹，要瞄得那么细，然后而只是一个轻微的小擦伤，现在真的是不太可能了所以我是觉得阿扁，我应该要替阿扁讲一句话，那时候真的是面临危险的状况，那他也真是命大所以呢就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危险那当然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个美国谁赢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还是有关系啦。那当然，当时其实4年前，坦白讲，我是比较支持川普的啦。那时候我是担心拜登他比较亲中，那拜登他儿子跟中国关系还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嘛，当时我们真的会担心啦。不过坦白讲，这4年来拜登的表现在台湾这一部分跟我们站在一起守护台湾这个立场，我觉得我们还是给予肯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战役，我想我们从旁观者来看，川普应该是当选的啦虽然现在换灯的声浪还很大，就跟以前换柱一样，明明知道不会赢，那换了也不会赢所以我是觉得川普应该是当选。不过那刚那个川普那个瞬间的表现，刘盖生在讲勇气那个真的是不容易。你受到那个子弹、榴弹子弹直接打到，虽然是耳朵啦但是那种惊吓那种惊吓，你也当安呢。被维安围起来之后，突然起来，你还能够振臂疾呼我记得以前雷根也有一次雷根也被暗杀过一次嘛那后来没死。那后来他在某个场合在演讲的时候，他那个反应也很好，就旁边好像有个气球，那个爆声，德国了德国那雷根就说：“你看这次子弹没有打到我。”他那个反应跟那个幽默，我觉得当总统的真的是还不简单。他老婆去看他 Nancy， 他就先来。抱歉，我忘了躲避了。然后如果那个医生说你们今天都是共和党嘛，医生也很幽默说，报告总统，我们今天都是共和党虽然我是民主党，但今天我都是共和党那这个不过那个志杰，阿扁跟川普不一样，川普当场就说要战斗了，所以别躲到半夜才出来听得到，而且还不准去医院探视，然后不是神秘的。好吧，这等会我们会讲。当时我还记得连战送属于的所有的活动通通停了，对，然后他就是画那一条什么了不起，他可以出来跟大家讲说，我没代志，大家放心。
装神弄鬼搞到半夜，真的有没有选举影响？当然有，他支持一定会紧张，他的对手也很紧张啊，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在紧张，紧张的从下午2点紧张到晚上12点，休息一下再回来。阿扁伤的比较重啊。好，川普说我们不让邪恶获胜，我们比以往都更需要团结哈。那他受访，他说为什么他没被打到哈？第一个，川普演讲时他头动来动去，有没有？他很少定在这里，所以瞄准不太容易，头动来动去，正好闪过去。他刚好在看那个大荧幕，他自己说嘛，他说我刚好在看造势演讲之的大荧幕，他说我很少把目光从群众，我本来都会看着群众，我移开了，所以我当时如果没有那样做，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对话了，不是吗？问记者，好，所以把这个生死由命了哈。那另外呢，所以嘛，支持者就他是天选之人，你看看，要打都打不死他，所以呢，很像总统啊，反正要讲都可以讲嘛啊。那另外呢，因为拜登曾经讲过，说要把川普哈放在至于靶心，放在靶心，7月8号就被他讲说哦，你就是鼓励枪手去打他哦。来，凤姐怎么看？首先，我必须说，川普的性格确实强硬，因为那些都是当下直觉的反应。大家觉得说他那个正背疾呼 fight 啊这件事情呢，大家觉得很厉害，可是大家不知道这中间其实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很困难呢？因为我们的特勤人员啊，其实都是美国训练的，是同一套特勤的训练。我们的特勤人员训练的时候跟他们一样啊，你一旦遇到枪声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是趴在地上，他们必须训练听到枪声立刻站起来，就是跟直觉完全不同。那立刻做什么事情呢？你的保护对象，它就像现在刚刚看到荧幕上面团团围住，你的被保护对象是被暗杀的对象，但是你要把它四周全部包围起来，也就是用你的肉身去挡子弹。好，那同时你必须要压制你的被保护对象的头，让他绝对不可以伸起头来，不能够让他的头置于危险的地方。所以川普在那一刻，他当下，我们当然听到了一些，就是他说让我穿好鞋子，让我穿好鞋子。他要离开那个讲台的时候，他是整齐的，哈。然后接着呢，他必须要挣脱所有特勤人员的手，因为这些特勤人员是要把他给压制的嘛，哈。那他要挣脱那些特勤人员的手。本来人家是为了保护他，可是他要表现出我要站得直挺挺的。他是站到直挺挺了之后，接着他的右手伸出来 ，fight。我刚刚讲这些过程，你要知道，就是那样很强大的意志力才会做这件事情。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川普，像我不是不喜欢川普的人，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个意志力是很强的。那么重点是以他这样的意志力，他说的你就不能把它当成开玩笑。他要全面加关税，你不能视为开玩笑。他说要反移民，把所有的无证移民全部都给遣返出国，你不能当他是开玩笑。他说气候变迁是骗人的，所以呢，他改变拜登所有跟气候变迁有关的政策，你不能当他是开玩笑。所以川普的3政策——关税、反移民以及反气候变迁这3件事情，他都会做，而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川普即将当选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好，当然为什么我说这个选举已定，但我不会说它100%哈，因为呢，选举已定是说，当然我觉得那个板块在美国社会很难移动，可是川普的潜在选民、隐性选民会通通跳出来。因为川普这个人争议很大，那共和党里头其实也有一批人觉得说，我虽然挺共和党，可是我实在不想要挺川普，所以他们不愿意跟川普挂钩。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斯克。马斯克这4年来都反拜登，大家都觉得说你应该支持川普，但他绝对不开口说他支持川普，因为气候变迁政策他跟川普不一样。可是这一次川普的中弹之后的表现，他立刻在 X 上面就发文说，我全力支持川普总统，这个川普总统让烈士活下来了，就类似像这样的话。所以这些隐性的选民会变成显性，这会拉大川普跟拜登之间的距离，而使得中间选民更往川普靠拢。但是我说，它也不是100%，现在只剩下一种可能，除非发生世界大战。
如果发生世界大战，那选举可能又会改变。我不能说世界大战一定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在历史上为了挽回自己的选举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必须视为是可能的。好，那我这件事情不是叫做阴谋论，我只是说最糟状况。但现在看起来，川普当选的几率超过90%。可是这件事情它凸显了一个，就是美国社会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去年加州戴维斯大学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说，如果要用暴力的方式才能够阻止政治呢，那么这个产生不好的影响，你愿意或不愿意？30%的人说他们愿意用暴力的方式。那当然讲的是说这个选举被偷窃，那共和党的居多。可今年2月的时候，美国公共电视台做的民调是说，如果说呢，这个要用暴力的方式才能够让政治上正轨的话，你觉得应该或不应该？20%的人认为应该。而今年上个月，芝加哥大学做了一份民调，这份民调他直接问的问题是：如果要用暴力才能够阻止川普当选总统，你认为应当或不应当？有10%的美国人说应当。我现在只是要提醒，就是美国内部的那个仇恨，因为仇恨动员才会使得拜登讲出那一句说：现在是时候把川普置于靶心之上了。那就是那种嘴里的暴力所煽动出来的行动的暴力，是现在分裂的美国社会很可怕的现状。可是我在这边要提醒的是，台湾没有同样的状况吗？我这边要公开的说，我今天看到《自由时报》的4版，我是非常愤怒的。在川普遇袭的情况之下，他4版的头条上面用了一个 logo， 那个 logo 叫做自由日日 shoot， 就是那个枪击，自由日日枪击，而且配的一个图案就是一个狙击手的图案，然后主要攻击的是蓝白在立法院的座位。请问一下，你就算是不满意，需要用狙击手来对台湾内部的同胞吗？好，我们看一下拜登现在呼吁大家团结。My fellow Americans, I want to speak to you tonight about the need for us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in our politics. And to remember, while we may disagree, we are not enemies, we're neighbors. 川普遭到枪击后，拜登14号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呼吁美国人民让暴力与激烈的政治言论降温，并表示已经与川普通上电话。And we had a short but good conversation. Jill and I are keeping him and his family in our prayers. 这通电话也是川拜两人这几年来除了上个月的辩论会之外极少数的互动之一。CNN 表示，两人着重讨论此时此刻团结美国的重要性。身为总统的拜登也承诺提供一切资源保护川普的安全，并下令特勤局重新检视共和党全代会的所有安全措施。We must unite as one nation. We must unite as one nation to demonstrate who we are. 这起重大枪击案件也让拜登竞选团队紧急制定新的选战策略，包含撤下广告与暂停攻击川普，转而凸显拜登谴责政治暴力的一贯理念。美国的科技领袖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微软执行长纳德拉，以及曾与川普互呛的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也罕见称赞川普在枪火下展现风度与勇气。这股风向也让川普阵营士气高涨，更胜以往。好，那么拜登刚刚那个演讲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到现在4年了哈，在椭圆形办公室讲过2次演讲，川普也在椭圆形办公室做过2次演讲，哦，所以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这个演讲是蛮重要的哈。那另外呢，川普今天开始共和党大会4天，哦，那说他们呢这个改变选举策略，就川普原来演讲稿都是骂拜登的，所以现在预备要改变。那刚刚你听到民主党也把所有的电视广告都能撤就尽量撤下来，为什么？所有的广告都在骂川普嘛，为什么好话呢？这是 negative campaign， 都是负面选举嘛，哈。那所以呢，这个共和党已经为什么共和党现在觉得比较低姿态？共和党认为川普已经赢了，我赢了，我干嘛骂你呢？也不需要骂你了，我们赢了嘛，赢定了嘛，啊！而且现在没有讨论要不要换拜登啦，好像现在川普被打比较严重，换不换？换谁啊？来，季凯，从那个最新的音档看起来说，只有差1公分，就这么小
这1公分，川普就爆头了，头就爆掉了。你看是多危险的。那我去统计了一下，你知道吗？美国历任的总统有7位曾经遇刺，死掉有4个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谁杀了甘乃迪那个甘乃迪，那比较早期还有林肯，就有4个人，你就知道在美国要当总统或者选总统的人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跟我们台湾老讲，你看也发生过这个319事件嘛。那可是我们也不得不钦佩你看川普以前他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对他很多批评，对不对？可是你看他这次遇刺的那个整个反应，他们说是不是天选之人？是不是个天生的演员？你看那个耳朵都已经在流血了。你看他一个站得直挺挺的 fight， 就是战斗啊！你看那个多大，然后他现在最新的讲话，他说什么？一共他现在去回忆那个他那时候被打中枪的那时候那个当下，他说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要团结美国，多厉害多会演啊！他从现在开始我进前代会我都不会再骂拜登了。你看那个收揽人心那个整个气势，那我们来看那个影响有多大之前在那个辩论会之后。拜登就已经遥遥领先了，他的那时候民调已经领先4到6%，更川普遥遥领先4到6%，更重要的是什么？7个摇摆州他赢了6个那这次如果这遇刺完以后，你最新民调再做，一定又大幅领先了。你看1981年那时候的那个雷根遇刺，对不对？人没有死掉，他民调增加8%，所以你看，如果6+8，所以有些人就说胜负大概已经定了啦，就大概进入那个热射时间。当然就是会不会像刚刚凤姐讲的，有什么世界大战或者除非有特别的事情，要不然看起来我们可能真的要准备一下。真的，川普又回来，很多人在分析，就是说世界的局势可能最倒霉是南韩，再下来是乌克兰。就是你自己要买武器啦，就是说不会再对你那么好了。那第3个可能倒霉就是台湾的，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谨慎另外，今天有一个事情我要特别提，你知道吗？发生了这个枪击案美国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马上就要传讯特勤局的局长齐特尔，他要做什么事情？7月20号要办听证会，要作证了。他们说要给全美国一个交代，特勤局长马上就要去了。那我就要问大家有很熟悉这个字眼吗？在国会改革之后，我们有所谓听证会，对不对？现在 PTT 上面已经很多人在讲了，说青鸟要不要出来讲美国在开听证会，你没有讲他违宪吗？赖清德要不要出来讲？美国开听证会有没有违宪？为什么美国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马上就办调查，马上就有听证会？为什么在做会改革，我们学美国，引用美国比较先进的，为什么变成违宪呢？我也特别呼吁拜托一下大法官，你不要你马上就要释宪。可是里面至少把听证会、把听证权、把调查点留给台湾人，好不好？这8年有太多的弊案了，阳光要照进立法院，包括超市鸡蛋，我担任这个召集员，我被推举为召集人，就是那个嘉俊也是我们的成员嘛，经济委员会，我要回应全民全民都说超市鸡蛋进口那个鸡蛋，从去年到前年，沙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统计光是去年那些蛋，错误的政策比贪污严重，你知道吗？浪费人民10亿。这个数目字是都吓人一个，可到现在没有给我们一个真相。然后再往前年去看，买日本蛋一样是超市，买1颗蛋赚2颗的钱。这边蛋会有多少人民的民脂民膏？里面没有官商勾结吗？留下来给调查权，给全民一个交代，人民要真相，我们调查到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干嘛要讲？